嘿，大家伙儿早喽！11月13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了，降温了，降温了。昨天白天又下雨了，一直阴天，现在天还特别阴，不知道还会不会下雨。早上穿了一件长袖出来，刚出门觉得风特别大，特冷，又穿了一件皮肤衣。今天有风，可能声音效果一般。伤已经好很多了，在向好的趋势发展。今天没有昨天疼，今天只有一点点感觉了。就这种受伤，您就是自己判断。我的判断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拉伤，或者是真的说这个肌肉有什么损伤，可能是轻微的抻了一下，然后它有个血管的破裂，造成它里边有淤血，就会有肿胀的疼。我是肉疼啊，不是骨头，也不是筋膜，它那块肉。您怎么判断的？如果您是像骨头疼或者筋膜疼的厉害，那要么您去看一看，要么就再减轻一点。如果是肉，就稍微的没有那么严重。今天都戴了厚手套了，就之前录视频菲比特那双，不知道这种厚度的手套在这边能坚持到几月。今天聊聊什么呢？天气冷了，胃口就特别好。那天直播也在说体重，今天跟大家聊聊体重吧，好吧？等一会儿天亮点咱们再聊，加油干，加油干！今天已经跑了10多公里，那天轻微受伤的地方还是没有明显的感觉，挺不错，挺不错。今天风挺大的，时而逆风，时而顺风，现在应该声音里就有风声。昨天看了一位小伙伴在别的社交媒体给我的评论，跑步1年破3，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好像是170多斤，8分多的配速，1年减了30多斤，马拉松近3小时，是不是挺了不起的？体重这个事儿，其实不靠跑吧，有难度。就像我第一次直播时候说的，靠跑可能，我举例，就像我成年男性，我1.69米，也最多也就到130-140斤，就再也跑不下去了。而且呢，甚至会往回涨，因为你习惯这个运动了。有人说睡眠不好，或者是精神压力大会长胖，这个有实践的依据，但是其实科学依据不够完善，我觉得。那能量它肯定是守恒的，您掉的肉、长的肉都是消耗和收入，对吧？为什么说得控制吃呢？马拉松其实是一个饥饿的运动。这饥饿可能带引号或者带半个引号，并不是说让你饿着自己，但是确实是这样。就还是拿我举例，我现在的年龄、性别、体重，大概一算，我的基础代谢大概在1400千卡一天。之后我们日常生活呢，其实消耗的不多的。如果您坐车通勤，坐着上班，就还是拿我比，我早上起来跑一个半马，在我的体重下，
我消耗1100千卡左右，基本上到我这个体重就是1公里50到60之间，这样加起来是将近2600。你有这个比较，你就能够大概感觉一天就我们正常生活要消耗多少了，对吧？一个半马才1100，对我来说，所以我们可以多算点，算一天消耗6万，这样的话呢，就是3200或者3000到3200千卡一天，我会消耗这么多。那吃多少呢？我们还是按正常的饮食举例子，比方说超市里卖的切好片的吐司，大概一片可能是将近100千卡，要看它的糖油多不多。差不多像这边超市卖，就是这种超市贴牌这种吐司，切成5片或者6片，大概这么长，切成6片，一片可能有1厘米到1.5厘米厚，差不多是将近100千卡一片。您不能白嘴吃，对吧？一般小伙子这种吐司早上起来得吃2片吧，然后再吃鸡蛋，一个鸡蛋大概是60-70。牛奶您喝一杯大概是就200-300毫升的话，这我记得不清楚了，大概可能就是100-200吧。然后您面包肯定不是白嘴吃的，您抹点酱，不管是果酱还是花生酱。这一顿饭大概600到700是肯定有的，很多人这样是吃不饱的。您要是早上起来吃中餐，您要是吃米饭面条，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啊。比方说中午吃中餐，您就想象一下早晨中餐，咱们做个比较。比方说白米饭，像我跟家属焖饭一次是焖200克生米，就生重的量，然后2个人吃2顿，就是1个人每一顿吃1/4。这个米是怎么算呢？几乎大家看到的所有粮食，米面这些，在没做熟之前就是生重，就是白面。100克生重大概是370左右。像我的饮食，举个例子，我一顿吃50克生重的，那就是180，大概这一碗饭。50克生重的米焖出来大概不到2两。然后吃肉，一般的肉啊，生重100克，瘦肉就不是特肥的肉，大概都是100多或者将近200千卡。100克就是2两。您到饭店里吃饭，基本上您炒一宫保鸡丁，这一份鸡丁大概得4两，至少得4两，要不然不出牌。您要吃那种盖饭，可能现在我不知道了，原来也得3两左右的肉，就是150克。150克肉大概是怎么着得200多300千卡，再配上刚才的饭，这就400多了，是不是？然后炒菜得搁油吧，油一盘菜，中餐炒菜一盘差不多得将近10克，那就是将近100，一克油大概是9000卡，这又500多了。蔬菜咱们就不算了，但是如果是土豆、红薯这种，要按米饭这个量算，就是土豆丝儿什么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吃土豆丝儿这种，就是淀粉类蔬菜的根茎类的这种菜。然后还有各种的其他的，你不能光吃肉啊。比如你再炒一豆腐，一般就是北豆腐、老豆腐，100克大概超过100千卡，嫩豆腐是不到100千卡。那种白玉那种豆腐可能是400克左右。
一顿一个人吃半份儿，这一顿午餐加上乱七八糟的，大几百千卡肯定是有的，上千也不奇怪。晚餐就更是了，晚餐肯定要比中午丰富一些。你要按这大概的算，你要是吃肥肉，比方说吃红烧肉，像猪的五花肉，基本上100克要300多千卡。你要是喝杯酒呢，比方说啤酒，像500毫升一听的那种，就是大听的，大概得250千卡左右。红酒的话，红酒杯正常餐厅杯卖的红酒，这一杯大概要几十千卡可能。这凑一凑，一天3顿饭，平均800到1000，正常成年男性是问题不大的吃进去。这样的话，保守点说，可能一天吃饭吃2500到3000千卡。我说这量很小了，就50个生米焖出来的饭，绝大多数人吃不饱的。别说小伙子了，小姑娘可能都吃不饱。我吃的挺少的。如果您没有早上这个半马的话，基本上就是盈余状态。您再吃点零食，对吧？喝咖啡的，喝这种有糖有奶的，挺可怕的，这体重就会长。我亲身的经历就是，今年2月刚到这边的时候，压力比较大，事儿也比较多。我训练倒是没有减少，但是饮食结构变了，吃的比稍微多了一点儿。我到今年夏天长了得有6、7斤，后来才降下去。所以就跟大家举这例子，这些吃的例子我举过好多次了。就比方说啊，咱们特常见的像果罗户炸的东西，不管是糖醋里脊，像什么软炸虾仁这些，那淀粉都特别多。不知道大家做不做饭？比方说啊，300克生重的通脊，如果做锅包肉，切片，家里做还切的稍微厚一点，70克淀粉是裹不出那个餐厅里那种糊的。70克淀粉裹上炸出来是什么样的？就是基本上还能看见肉，但是餐厅里那个糊比肉还厚，对不对？它那一份可能就得是150克淀粉，150克淀粉就相当于150克生米的热量。但是你说300克的肉做一盘锅包肉，就像我现在你让我吃，我也不过瘾，我全吃了，真心的。而且它有油。又开始下雨了，开始掉点儿，是吧？你看树叶都落了。昨天晚上风挺大的，路边好多餐馆门口的招牌花盆什么的都倒了。很快就能看银杏了，大阪城里都是银杏树，就我跑步这条路。行，那咱们训练后讲，大家不用太焦虑，稍微少吃一口就行。哎，11月3号，星期一清晨7点43训练结束。今天起晚了，今天一睁眼4点40，慌慌忙忙的，然后早上出来去了。第3个训练日，伤情康复的非常快，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平均配速5分06，平均心率136，功率198，步频201，步幅98，垂直振幅6.0。今天步频还是快，因为就刻意不控制。这样的话，可能对腿部肌肉的压力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心肺的负担会稍微大一点，就是这样，你感觉都会特别快。等这个月进入冬训的状态以后，继续去调整。我再有意的去做髋关节的灵活性的训练和柔韧性的训练，就拉伸一下或者怎么样吧。我在一个小停车场里，行吧？那今天好消息就是伤情没有因为不停训而扩大，反而是恢复的比较快，说明不是很严重，我的判断是对的。然后呢，就是静等我的 Stride 吧，看看 Stride 什么时候能够评测，好吗？不
不知道这周末还有没有比赛了？上周末是福冈的马拉松，国内也有几场马拉松，也有好多小伙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有好多刚开始跑马拉松的小伙伴第一次参加半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有小伙伴说经历了1年的训练有不错的 PB， 是不是？都恭喜各位，好吧？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天气转凉，这边也开始降温了，注意身体，注意不要受伤，尽量不要生病，好吗？那我们明天回评论吧，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好吗？那这么着，那大家加油干，咱们明儿见。